如今20-30万的电动车基本是自主品牌的天下，产品丰富，技术新潮，似乎很难再找到个理由去买国外品牌的电车，除非它有某方面特别突出，比如特别好开。奥迪 E5 Sportback 后面简称奥迪 E5。一开始我对这车没什么兴趣，毕竟我也不算底粉。但奥迪的小伙伴跟我说，一定要去试一试。如果它不好开，他把奥迪倒过来写。这不合适吧？对呀，试完我就发现上当了。是不好开吗？不，很好开。那怎么上当了？它倒不过来。既然奥迪这么有自信，那我们就从驾驶感受聊起。Brembo 的卡钳，大陆的空气弹簧，财富的 CDC 和后轮转向，前3球节双叉臂，后5连杆悬挂，轮胎是前245后285宽的 P0 定制版。这个用料可以说是相当豪华了。当然了，用料归用料，调教归调教，底盘好不好，开了才知道。奥迪 E5 的底盘风格有我们熟悉的奥迪味，舒适模式依然保留了足够的韧性，运动模式也不会过于生硬。滤震干脆利落，不晃不散。飞波对他来说小菜一碟，不仅姿态和轨迹稳定，下落还有类似于Taycan的承托感，同级顶尖水平。哇，这底盘也太稳了，而且就像之前的焕新001一样，越快越稳。但它比001会更加的轻快灵动，路感也更丰富。和豪华品牌比的话，一样30多万的锐哥 i5XC70，底盘跟它就没法比。它已经是更高一个档次的东西了，在我们的主观底盘坐标系里面，它排在这个位置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底盘只是E5驾驶感受的冰山一角。这辆旗舰 Quattro 型搭载双电机787马力，800牛米，官方0-100 3.4秒，弹射起步实测3.4秒。主打一个严谨，这个性能放在如今不算很夸张，但对于一辆30多万的奥迪来说，那是史无前例的。之前没有吗？之前有是有，但是得加钱。加多少啊？加到100多万。相比于绝对的性能，更让我们惊艳的是它细腻的电门，就像一个精密的镜头，恰到好处的阻尼能让你精确地控制每1毫米的行程，每1毫米的行程都会给你及时的反馈。电门踏板这个东西啊，原地去踩的时候脚感大差不差，但是和动力输出联动以后，脚感可以天差地别。如今很多电门给我的感觉就是采样率不高，有锯齿感。大开大合去踩还可以，感觉还挺跟脚的，但小行程微调的时候呢，就不大跟脚了。特别是0点扭矩附近啊，甚至能给你整出个台阶。动力小的时候呢，这个感觉还不大明显，但是如果动力够强又不够跟脚的话，这个体验就不大美好了。而奥迪 E5 这个电门的细腻程度啊，也有一种保时捷 Taycan 的感觉。同级别能跟它媲美的也就 Model 3P， 但是它的能量回收能全关。非要挑的话，就是一脚地板垫下去，它的这个响应没有保时捷、宝马、特斯拉那么的猛，但是也符合奥迪一贯的风格。同样线性的还有奥迪 E5 的刹车，不论什么速度、什么力度，都能给到跟脚的、符合驾驶员预期的刹车力度。这个刹车和那些燃油性能车超跑相比，还有些差距，主要差在力度反馈这块，踩下去不够扎实。但是放在电动车里面表现已经很好了。非要挑的话，就是最后你想要完美刹停，最好打开舒适制动。转向手感也是很考验车企调教水平的地方。E5延续了奥迪一贯的优秀手感，再加上可变转向比，体验非常美好。初段保留了合适的虚位，不会太贼，同时归中性良好，高速巡航轻松，中段足够灵活，过弯优雅从容。
再加上它还有5度的后轮转向，转弯半径只有5.25米，这就让本就很好的驾驶体验锦上添花。高速过弯时，E5的转向手感和大部分电车不同，方向盘会给到比较大的力度反馈，驾驶员的双手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前轮的转角和侧向的加速度，更有驾驶的参与感。现在大部分电车会给到比较大的阻尼，回正力矩也比较小，各有各的好吧。但像我这种比较喜欢开车的人，会更喜欢这种有沟通感的转向。非要挑的话，就是这个转向如果配上一个更硬更低的底盘，操控肯定会更直接更灵活，但那样可能又会太极端了，毕竟这个车叫做 E5 Sportback 而不是 RS E5。虽然不是极端的操控取向，但我们很好奇它在极端的赛道工况下能有什么样的表现。有沟通感的转向，有支撑的底盘，再加上后轮转向，入弯时表现出了同级罕见的灵动感和旋转感，每次过弯都是一种享受。电动 Quattro 4驱系统在出弯时能够高效的分配动力，关闭电子稳定系统后，也不会像很多电车那样容易内侧轮打滑，随后切断动力。我甚至可以每个弯都滑着出去，每个弯。哎呀，这也太好玩了！但每次我都能救回来，不是因为我技术有多好好吧，多少还是有一些技术的，主要还是因为这车它太好控制了，它的动力、转向、底盘都非常的线性可控，它什么时候滑多少都在我的意料之中。这个电Quattro确实有点东西，它跟我之前开过的苏7 Ultra 是2种风格，那个更像一个无情的跑圈机器，但奥迪 E5 会更有人车之间的沟通感，也更有乐趣，这个在电车中是很少见的。总的来说奥迪 E5 开起来会有一种很高的人车同步率，它的转向、电门、刹车都特别的细腻，随心所欲。这种感觉甚至不需要很长时间的体验，只要你有一定的驾驶经验，上车开个100米就能感觉到不一样。打个比方大部分电车开起来的感觉就像一块60赫兹的屏幕，你要是没用过更好的，可能开着也觉得没什么问题。但奥迪 E5 它有90到120赫兹，用过高刷屏的朋友都知道这属于一眼睛的提升。不得不说，传统豪华品牌在驾驶感受这块还是很有心得的。除了同价位独树一帜的驾驶感受，奥迪 E5 的设计也在如今同质化严重的电车市场，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审美冲击。限时免费的银色车漆质感非常高级，多样的形面和真实的分道营造出足够的运动感。黑色的车顶和车底让整车视觉效果更薄，降低了分量感。纤细的灯珠依然能够实现矩阵照明，前后光幕复杂的工艺诠释着浪费就是豪华的真谛。你永远可以相信奥迪做灯的水平。在如今公式化严重的电车内饰中，奥迪 E5 同样做出了自己的特色，使用了大量的实木饰板却不显老气，顶配还用大量类似 Alcantara 的超纤皮材质，加强了运动感。哇，这老作坊下料就是猛啊！车内氛围灯也很有登场的风范，覆盖范围广，装饰效果好，内置的颜色搭配都很好看，还可以自己调成雷克萨斯配色、宝马配色，5颜6色。不得不说传统豪华品牌在审美，至少是内饰审美这块还是很有心得的。大连屏内置8295车机芯片，操作逻辑和大部分国产电车都不一样，需要适应一下。但相比其他豪华品牌已经遥遥领先。智慧中岛像是奥迪经典的 MMI 中控的简化版，位于触手可及的地方，可以自定义旋钮功能，也可以进行一些快捷操作，而且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控屏离我太远的问题。其他部位的功能设计也很人性化，尤其是车窗和车门开关，刚好位于手边容易操作的地方，而且个头很大。不像某些车型按钮要么很小，要么放在奇怪的地方，好像生怕被你按到。不得不说，传统豪华品牌在人机工学这块还是很有心得的。但是呢，还是有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，比如操作中控屏的时候可能会误触到语音助手，比如手机无线充电板只有一个，再比如部分菜单的翻译跟汉化可以再优化一下。这个自适应巡航控制跟自适应巡航辅助，光看名字一时还分不清哪个更高级。还有这电子后视镜里面的菜单也没有做汉化，第一次用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有没有可能是你英文没学好？奥迪 E5 的后备箱不算很大，放倒有一定坡度，但装个人也绰绰有余。后排腿部空间尚可，头顶空间优于大部分纯电轿车，但坐姿偏低，椅背偏直。
但是也可以理解啊，一方面它的尺寸比那些532车型小了一圈，而且造型比较的扁平溜背；另一方面，它的底盘下面塞了那么多的配置，肯定也比较的占空间，所以它的名字叫 Sportback， 而不是 Touring。奥迪 E5 配备前后双层隔音玻璃，10侧60巡航54.5分贝，80巡航58.3分贝，和焕新001差不多的水平，电耗不算低，小凹上下班工况，100公里电耗17到18度。但考虑到它的性能以及搭配的轮胎，也算正常。传统豪华品牌向来比较保守的充电速度，在奥迪 E5 这里成为了过去式，最高充电功率达到了362千瓦，电量从20%到80%，耗时15分钟，接近第一梯队水平。至于传统豪华品牌向来比较保守的智驾配置，这次奥迪 E5 也跟上了潮流，全系标配带激光雷达的高阶智驾，支持自动泊车、记忆泊车，高快道路和城区道路的智能领航，甚至在偏僻的乡间小路也能用。请注意操控。这个路也可以的。车道和车距保持足够稳定，变道超车相当丝滑，同样达到了目前第一梯队的水平。不得不说啊，传统豪华品牌在取长补短这块，我还没见过像它这么有心得的。说到这儿呢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开这辆车的心得吧。之前我们试过一些国外品牌，包括传统豪华品牌的电车啊，他们的产品力没有什么硬伤，驾驶感受也不错，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动力跟配置给的比较吝啬，显得性价比不高。但这次奥迪 E5 一反常态，非常的富有且慷慨。当然，这其中也借助了中国供应链的力量，这样一辆车要是放在德国造，怎么着也得6万欧起步，顶配这个性能卖个8万欧也不过分。但是在中国20-30万就给办了。其实，在如今的新能源领域，中国制造不仅仅代表着平价和低成本，也可以有高技术跟高品质，放眼全世界都是很有竞争力的。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可以更自信一点，当奥迪带着它造车的经验跟理念去拥抱中国供应商，就会打造出 E5 这样高水准、有个性，同时还有性价比的产品。我觉得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件好事。反正这车挺对我的胃口的，除了造型比较先锋以外啊，它又好开又好用，所以我们才会和它一拍即合。那么接下来按照惯例，看看大家又提了什么奇怪的问题。推荐哪个版本？奥迪 E5 整体的价格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诚意的，尤其是对于一辆奥迪来说，我个人比较推荐顶配，因为我觉得它核心的竞争力都在上面，比如空悬、CDC、后轮转向、性能最强、音响等等配置都直接拉满，关键是价格也比较合理，32万。除非你特别不喜欢那个电动门，确实不算好用。E5 的车漆颜色有很多，实车我也见过好几辆，我个人强推这个银色。哇，这个车漆的质感真是绝了，又亮又细腻，和这个先锋的设计特别的般配。目前还是免费的。至于内饰有深浅2种风格，看个人喜好。但如果是顶配的话，因为它使用了大量的那种超纤皮材质，我个人会比较推荐深色。浅色咱先不说耐不耐脏啊，如果那个毛你不理顺的话，就容易显得脏。电子后视镜值得选吗？之前我们说过啊，这种电子后视镜只要你能适应，还是有一些好处的，比如暗光和低能见度天气。E5 这个屏幕的位置算是比较好适应的，而且呢，它还会自动的调节视角，在打转向、高速倒车的时候会自动切换成广角。但我个人觉得没必要那么麻烦，直接给我一个常驻的广角就行了。另外呢，即使你不选这个电子后视镜，左右还是会有2块小黑板。20英寸换胎成本高吗？轮胎确实不便宜，尤其是后面那个285的胎，一条就得2000多块钱。但是它选装便宜啊，这么一套轮毂、轮胎加上 Brembo 卡钳只要3500，哪怕你不选，它标配的19英寸也是前245后275。奥迪这种传统车企对于什么样的性能配什么样规格的轮胎，还是有它的坚持的。转向比多大？从左到右大概转几圈？从左到右大概2.5圈，但是它有可变转向比，在不同速度下圈数可能是不一样的，但我也不知道时速120打死有几圈。驾驶感受是什么水平呢？以我们试的这样顶配来说，小胎感的水平，某些调教的特性真的挺像的。同级别能跟它媲美的只有 Model 3P， 但 Model 3P 会更极端、更运动，而且还有一些难以适应的地方，就看个人喜好了。
如今的一些自主电车驾驶感受也到了很高的水平，能打个8、90分。但到了90分再往上还想提分的话，就得去抠细节了。这种细节很考验车企的调教功底，但对于消费者来说感知可能不是很强。所以说我还蛮欣赏愿意在这方面去下功夫的车型。和极氪001怎么选？这两款车的价格差不多，也都算是猎装造型，但是取向的差别还蛮大的。001的尺寸会大一圈，车身也更厚，所以说空间实用性表现更好，开起来的感觉是那种很稳重的高速巡航车。而奥迪 E5 的空间实用性跟同级别的电动轿车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，但它这个尺寸在城区里面用着会更加的合理，而且它更有驾驶乐趣，加上后轮转向，开起来就非常灵活，完全没有大车感。而且奥迪 E5 的智驾更好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奥迪的智驾更好。电门太跟脚，开起来不会很累吗？这其实是上期视频评论区的问题，刚好这次一起回答了。电门跟脚跟动力太冲是两码事，它完全可以把动力的响应曲线调得比较缓和，同时又很跟脚。而且有时候你觉得动力太冲，可能恰恰是因为它还不够跟脚，在那往下踩的过程中没有及时给到反馈，然后突然间发现，哎呀，踩过了。学过自动化的朋友都知道，延迟容易导致超调。当然了，并非所有的车型都必须追求跟手跟脚的驾驶感受，比如那种纯舒适家用取向的车型，适当的延迟跟虚位可以降低误操作带来的不适。毕竟不是所有人的驾驶技术都像大家这么的高超。但是如果是定位个人驾驶操控取向的车型，我希望至少在运动模式应该给到驾驶员得心应手的操控感受。离地间隙怎么样呢？这个我没有找到官方数据啊，粗略比划了一下，原地运动模式调到最低也可以塞个手机，轮拱间隙有个3指，比同级别大部分带空悬的纯电轿车都要高，不用太担心通过性的问题。BOSS 音响怎么样？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话请一键30加关注，我是体重创新低的主主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